齐艳里，陪我看完这场电影，我们就结束好不好？我不会去纠缠你了，不会打扰你和江锦书了。余秋走后，他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，发了疯的寻找。可是他把曾经满眼是自己的人弄丢了，再也找不到了。余秋，我错了，你快出来好不好？齐艳里曾说过，待他功成名就，定会来娶我。如今他已经成为最年轻的企业家，却迟迟没有兑现他的诺言。余秋死死盯着手机屏幕上接受采访侃侃而谈的男人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。看着晚上齐艳里手臂的女人和以前自己有着7、8分相似的容貌，不由得愣神。这是余秋第一次看见这个女人，居然是以这种方式。齐艳里把她藏得很好，连他都不知道。齐总，你和江颖后是不是好事？江进了一个不知死活的记者问出了这个问题，周围瞬间都安静下来。虽然他们也都想知道，毕竟这是一个大瓜，但传闻这位齐总是脾气出名的不好，没有一个人敢上前询问。齐艳里并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看向身旁的人，眼底是藏不住的温柔。齐艳里没有说话，就代表他默认了。余秋一颗心沉入谷底，他多希望齐艳里能否认，可是他并没有。原来他也会这么温柔地看着一个人，不是不懂，他只是觉得自己不值得。他记得这个人叫江锦书，是齐艳里一手捧出来的，前不久才获得了影后奖，两人站在一起，真是好一对郎才女貌，好一对璧人。如果自己不是遭受背叛那一个，他一定会真心送上祝福吧。微微扬起脸庞，倔强不让眼眶里的泪水滑落。余秋把无名指上的戒指取下来，放在手里把玩，砰！戒指从手里滑落，掉在地板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原来就只有他一个人还困在这段没有结局的感情里。第二天，余秋不知道自己到底哭了多久，坐起身发现自己还在沙发上，他昨天到底还是没有回来。转头看了一眼餐桌上食物，那是他忙了一天的才弄出来的，可惜了，这些菜最终的归属是垃圾桶。他忘了昨天是什么日子，捡起掉在地上的手机，看了一眼，上面有无数个电话，一个是自己的闺蜜打过来的，还有一个是编剧打来的。犹豫了一下，他还是选择先给许灿灿打过去。电话没响几声就被接通，许灿灿愤怒的声音传来：余秋，你死哪去了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余秋把手机拿远了一点，静静地听着手机里传来的怒吼。灿灿听到自己沙哑的声音一愣，清了清嗓子：我没事。他听见手机里传来收拾东西的声音：灿灿，能先让我一个人冷静一下吗？许灿灿收拾东西的手微顿，一屁股又坐回了沙发上。余秋，我给你时间让你好好想，但你也是知道的，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。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他知道许灿灿生气了，但余秋现在没有如何精力去照顾别人的感受。等到他把这些烂摊子收拾好，再去买个小蛋糕哄哄他吧。高中时他们有一个约定，只要买一个小蛋糕去哄对方，就必须原谅自己。揉了揉有些发疼的胃，打开桌上的蛋糕，吃了几口，奶油有些甜得发腻，但没吃几口他就忍不住跑去卫生间吐了出来。吐完之后才感觉好了一点，无力地瘫坐在地上，静静地看着天花板。昨天是他的生日，前一天晚上齐艳里明明才答应过他会回来陪他过生日的，每一次都给他一些希望，然后又要亲手把这一点点希望抹灭。齐艳里笃定了自己离不开他，可能被偏爱的那个人总是这样有恃无恐吧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余秋有些错愕，脸上的妆糊了一脸，连他自己都嫌弃这个丑样子，更何况是身边美女无数的齐艳里了。镜子中映出余秋憔悴的脸，为了不让外婆担心，简单的化了一个淡妆，看着有精神一些。一路开车到医院，走进熟悉的病房，看着身上插满各种仪器的外婆，眼眶通红。余秋从小就知道她是外婆从外面捡回来的，周围的邻居都劝她把我扔了，捡来的孩子养不熟的。外婆都当作没有听见，执意拉扯大。她都还有等到我好好的孝敬她，她就病倒了。啾啾，你来了。啾啾是外婆给她取的小名，外婆平时都是这样叫她。余秋抹了抹眼角的泪水，不甘抬头，她怕外婆发现，担心自己。躺在床上的人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，摸了摸余秋的头：啾啾是不是小七欺负你了？你告诉外婆，外婆给你撑腰，谁都不能欺负我家啾啾。没事外婆，就是闹了一点小矛盾。余秋没办法告诉外婆事实，怕外婆承受不住，告诉她怎么多年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，齐艳里并不愿意和他结婚，他做不到，所以选择撒谎。简单聊了几句，余秋就找借口走了，怕被看出来。余秋回到家时，整个人都是浑浑噩噩的，还差一点把别人车撞了。看着桌上的2份报告，不知所措，一份是自己的，另一份是外婆的。回想起医生说的话，他到底该怎么办？余秋，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，你外婆的病没办法治好，
还可以说病情更严重了。余秋静静地坐在那里，听着医生把话说完。那我外婆还有多久的时间？这要看具体情况，多则半年，少则1个月，还是要看病人自己的造化，尽量不要刺激病人。另一份则是自己怀孕了。余秋轻轻地抚摸肚子里的小生命。宝宝，你来的真不是时候，你该让我怎么办才好？帕克客厅的灯被人打开，在黑暗里待久了，让他一时难以适应，用手挡住眼睛。等他适应时，才将手放下，转头正好和还在换鞋的人四目相对。他没有想到齐艳里会在这个时候回来，慌张地把桌上的报告塞进包里。齐艳里只是往他这个方向看了一眼，就转身走进房间。没过一会，浴室就传来水声。余秋，余秋，我叫你了。余秋回神，齐艳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的，身上就围了一条浴巾。看见他裸露在外的胸膛，余秋还是脸红了，把脸转向一旁，不愿意看他。客厅里的气氛太过压抑，余秋觉得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，不合时宜的他的胃又疼了。今天忙着检查，什么都没有吃。他想回床上躺一会，等没怎么难受了，再解决这些糟心事。但齐艳里并不给他机会，低头看着自己被拉住的手腕，不管自己怎么用力，也没办法挣脱。余秋，别闹小孩子脾气，昨天有事。余秋觉得好笑，忍不住笑出声。原来他就是觉得自己是在闹脾气。齐艳里，我看见了。他微眯着眼睛，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女人。余秋抬头想从她眼中看到哪怕一丝的慌乱，但是没有。他现在可是齐总，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。齐艳里，你如果是想和我说分手的事情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让你和那个女人如愿的。最后的结局是齐艳里被气得摔门而去。接下来几天，余秋让自己忙起来，每一次回来基本上都是倒头就睡，不让自己去想齐艳里。偏偏有些人不想让他好过。齐艳里忍不住看向手机，打开看，并没有余秋发来的消息。他吩咐一旁的助理，你去查查余秋在干什么。助理先是一愣，然后答应了。齐艳里看了一眼时间，决定回去给余秋找台阶下。当齐艳里从电梯里出来，看见的就是余秋打了许灿灿一巴掌，许灿灿摔倒在地上的画面。余秋这一声让余秋忍不住颤抖了一下。齐艳里不问理由，走过去就给一巴掌打在余秋脸上。余秋被这一巴掌扇得后退，后背狠狠撞上了门把手。余秋，你不配打他！说完就抱着许灿灿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余秋因疼痛蜷缩着身子，疼痛蔓延到四肢百骸，他的身体摇摇欲坠，凭着最后的意志拨打急救电话。再次睁开眼时，映入眼帘的是医院的天花板。余秋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他记得自己昏迷前流血了。许灿灿看见他醒了，摸了摸他的额头，不发烧了，你再躺一会，我去给你接一点水。孩子没了是吗？许灿灿脚步一愣，眼底弥漫上一层雾气，轻轻地应了一声，就出去了。说是不难过是假的，这个小家伙才在自己肚子里，该怎么几天就没了？妈妈，对不起你，没办法让你看看这个世界，对不起。许灿灿坐在外面的椅子上，想起当时的那一幕，还是有些后怕。小许，啾啾醒了没有？一个苍老的声音让他回神。醒了，外婆要进去看看吗？在护士手里接过轮椅，推进余秋的病房，看着躺在床上的人，外婆满眼的心疼。啾啾，乖不难受了。余秋在外婆怀里无声的哭泣。外婆，我是不是错了？我就不应该遇见他，对不对？外婆用她粗糙的大手抚摸着余秋的头顶。啾啾，不哭不哭，外婆陪着你了。余秋在医院里休息了几天就出院了。许灿灿坚持要送他回来。灿灿，谢谢你，我就先上去了。余秋刚打开车门就被拽了回来。许灿灿一直盯着自己，眼里是他看不懂的情绪。他动了动唇，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。最强还是余秋败下阵来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让我好好的和告个别好吗？毕竟他是独占了我整个青春的人。许灿灿这才放手。打开房门，余秋有些惊讶，齐艳里居然回来了。他有些累了，不想与齐艳里多做纠缠，就当没有看见他，径直走回卧室。但那个偏偏不想他如愿，野力地拽在自己的手腕，他想甩开，试了几次没用后，干脆抬眼和眼前的人对视。齐艳里阴沉看着眼前的女人，带着质问的语气开口：你这几天跑哪去了？公司不去，家也不回，是不是我对你太宽容了？余秋冷笑：齐总，这些事不劳烦你操心了，工作我也会辞掉的。听到这话，齐艳里的脸色更沉了。一道铃声打破了这场僵局。齐艳里本来烦躁的心情，看着来电的人，脸色好了很多。放开余秋的手，接通电话。余秋静静地看着，
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齐艳里，说话都带着温柔。他就猜到打电话的人是谁了。挂断电话，齐艳里又恢复冷漠的表情。余秋，只有你不惹事，我不建议养你一辈子。看着齐艳里拿上沙发上的西装外套，就准备出来。余秋还是不死心的叫住他，齐艳里，这么多年，哪怕一丝的心动都没有吗？齐艳里脚步一顿，并没有回答。空旷的房子就剩下余秋一个人了，他哪里还有家？明明知道结果，为什么还要问了？换了一身感觉的衣服，余秋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回忆从脑海袭来。从最开始给齐艳里表白被拒绝，自己还不死心一直纠缠，换来的就是这样的结果。太累了，在这些回忆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半夜余秋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，看了一眼来电人，迷迷糊糊的就接通电话。对面传来焦急的声音：余小姐，你快来，你外婆快不行了。余秋瞬间清醒，连衣服都没有换，拿起车钥匙就出门了。在去医院的路上，他不死心地给齐艳里打电话，一直没人接通。赶到医院时，余秋看见的就是外婆有些冰凉的尸体。余秋不敢相信，疯狂地呼唤着躺在床上的人。杜桥看着有些不忍，余小姐请节哀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老人家也不想你为他这么难过的。杜桥叹气，还是推门走出去。余秋静静地坐在地上，脸上毫无表情，抬起手掌擦去眼角的泪。明明昨天还好好的人，才一个晚上，为什么？余秋不明白。手机铃声打破了余秋的时序，从包里拿出手机，紧紧地盯着来电人备注，直到被挂断。齐艳里向来如此，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对面又打了过来。余秋直接把手机关机了，房间里再次陷入了寂静。齐艳里再次把电话打过去，发现余秋把手机关机了，把手机用力地扔到床上。这是余秋第一次不接他电话。这几个星期来，感受到余秋好像变了很多，这个女人好像越来越远。齐艳里莫名觉得烦躁，余秋不来缠着她，自己不应该高兴吗？她觉得这是余秋欲擒故纵的把戏，毕竟这个女人是多么爱自己。余秋处理好外婆的丧事，才把手机重新开机，弹出来几条消息，拨通那个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号码。对方接通得很快，余秋没有率先开口，倒是对面的人或许等着不耐烦。低沉的声音传来，余秋应了一声，齐艳里，明天有时间吗？我们谈谈吧。好，位置和时间我等一下发给你。说完便挂断电话。他本以为自己不会疼了，但再一次听到他的声音，还是会忍不住心痛。第二天，余秋起得很早，看着镜子里憔悴得很早，扯出一抹艰难比哭还难看的笑，简单为自己化上妆，遮住眼下的乌青。余秋到时候有些惊讶，他没有想到齐艳里会别他还要提前带。齐艳里这时也抬头，目光恰好对上。余秋移开视线走过去，一路上相对无言，以前都是自己想方设法寻找话题，现在没必要了。齐艳里看着旁边的女人，她好像瘦了许多。在她愣神的时候，余秋已经买好电影票走过来。走吧，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些，就没有问意见，不会怪我吧？没事，余秋选的是一部爱情片，但是电影的结局不太好，男友主没能走到一起。小姐姐，我知道这部电影很感人，但是别哭了，小心妆哭化了。坐在一旁的小姑娘递过来一张纸，余秋有些不好意思地接过来，谢谢，摸了摸脸，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哭了。她不知道是因为电影带感人，还是在哭自己是有多可悲。余秋擦干眼泪，齐艳里也差不多接完电话回来。从电影刚开始，齐艳里就出去接电话，现在电影过了一半才回来。她突然有些好奇，是因为工作，还是因为对方是江锦书？刚坐下没多久，齐艳里的手机又开始嗡嗡作响。余秋瞟了一眼，是一个备注为锦书的人。不要猜，他都知道是谁。齐艳里挂断，对方还是锲而不舍地打过来。你接吧，万一有什么急事。齐艳里并没有理会，直接把手机关机。说好的，今天陪你。一场电影很快就结束了，周围的人起身离开。等到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，余秋转头看向旁边的男人。齐艳里，你爱过我吗？男人罕见陷入沉默，好似在思考。没等眼前的人回答，余秋继续说到今天，谢谢你来陪我，我们分手吧。最后几个字，余秋说出来时，声音已经沙哑。齐艳里一愣，他没有想到余秋会和他提分手，想到之前的事，过不了几天他就会找自己求复合。好，到时候别求着我复合。齐艳里带着一身戾气走出商场，平复好情绪，余秋才走出商场，抬头看向天空，刚刚进来的时候还是晴天，突然就下雨。路人的行人跑到能遮雨的地方站着，
本以为这场雨下不了多久，1个小时过去，这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。余秋搓了搓手，被冷风一吹，他不自觉地缩脖子。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脱掉脚上的高跟鞋，冒雨跑出去。上车的时候，余秋浑身湿漉漉的，脚已经冻僵了。打开车里的暖气，才感觉好了很多。余秋坐在驾驶位上，抱着膝盖，目光呆滞地看着外面。丁一条消息弹出来，低头看向扔在一旁的手机。尊敬的余秋小姐，名声在这，祝您生日快乐。盯着手机界面，直到黑屏，他自己都忘了是自己的生日。以前这个时候，外婆都会煮一碗长寿面，再也吃不到了。手慢慢恢复知觉后，余秋才把车开到一栋有些老旧小区里面。这里是为了方便照顾外婆，专门在这里买的一间小房子。老旧的铁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。找到一些之前的衣服，去浴室简单冲洗一下。躺着客厅里的小沙发里，上面还是外婆的味道，不自觉眉眼流露出一丝伤感。余秋盯着天花板发呆，头昏沉沉的。叮叮叮，接通电话，传来许灿灿兴奋的声音：秋秋，生日快乐。余秋应了一声：秋秋，要不要出来玩？我们不想那个男人了，我陪你好好的过生日。余秋哑着嗓子开口：我和齐艳里分手了，我提的。你在哪？我来找你。挂断电话，发了一个地址给许灿灿。余秋想起来自己好像还没有，只是把齐艳里的手机号拉黑，其他都还在，就去各个软件上通通拉黑。疲惫地闭上眼，他真的好累，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再次睁眼时，明亮的灯光让余秋不适应，抬手揉了揉眼睛，却把趴在床边的人吵醒了。许灿灿起身，手摊上他的额头，发现余秋退烧之后，一屁股又坐回椅子上。审视的目光看着床上的人，说吧，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？余秋有些心虚的转头，不敢对视。你知道不知道，我当时敲门没人应，电话没人接，我有多着急？许灿灿眼眶通红，他不敢想象如果自己没有去，余秋会怎么样。对不起，又让你担心。说着起身在许灿灿面前蹦了几下。你看我这不没事。许灿灿突然开口，你后面打算怎么办？余秋坐回床上，看着天花板。我想带外婆回去。走的时候，余秋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带着一个小盒子，一个行李箱，就像来的时候一样。走之前特意去换了一个手机号。坐了一天的火车，余秋看见眼前的景象还一些恍惚，这里和他走的时候没什么变化。打开门，映入眼帘的外婆之前种菜的小院子，不过现在长满了杂草。简单把屋子里面收拾好，余秋就已经累得精疲力尽。躺在床上，以后的日子就这样过也挺好的，至少没有烦心事。齐艳里看着手里的文件，烦躁地扔在桌上。上次余秋和他提了分手，就再也没有来上班。齐艳里越想越烦躁，把助理叫进来。你现在立刻给余秋打电话，告诉他这样的把戏玩过头，就不好收场了。助理翻出余秋的电话拨过去，回应他的是这个号码是空号。齐艳里看着助理支支吾吾的，他怎么说？齐总，打过去是空号。齐艳里明显一愣，拿上外套就往电梯处走去。路上齐艳里感到心里莫名的空了一块。当打开房门时，看见属于余秋的东西都没了时，他有一瞬间的慌张。他不相信余秋那么爱他，不可能就这样离开。齐艳里几天没有来公司，打电话也不接，助理只好到齐艳里家来找他。出电梯门，助理发现齐艳里家的房门是虚掩着的，在门外叫了几声，发现没有人回答他，只好打电话，铃声在房子里响起。助理大着胆子走进去，客厅没有开灯，进去就闻到一股尼古丁混合着酒闻。打开灯，看见齐艳里坐在地上，身边到处都是酒瓶，西装外套也扔在地上，还长出胡茬。他从来没有见过齐总这个样子，小心翼翼询问齐总：“你没事吧？”齐艳里睁开眼，有些不适应强光，皱着眉头，抬手挡在眼前，看着一地狼藉。助理真不知道他这一趟该不该来。适应了光线，齐艳里把手放下来，转头看向一旁站着的助理：“有事？”助理有些尴尬，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，但看齐艳里丝毫没有要接的意思，解释道：“这是于小姐的离职书，前台前几天交给我的，但您一直没有来，我就只好拿过来了。”齐艳里先是一愣，才慢悠悠地伸手接过，打开看见上面的名字时，心脏抽痛了一下。“我不允许他辞职，你现在就让他回来。”撕掉手里你离职报告。“齐总，我已经和于小姐打了好几个电话，都是没有人接听。”
看着齐艳里越来越黑的脸，助理整颗心提到了嗓子眼。还是江小姐来找过你好几次，您都不在。提到江锦书时，齐艳里神色才缓和一些。没事，你就先回去吧。助理松了一口气，连忙走出去，还贴心地把门带上。齐艳里不相信余秋就这样消失了，他突然想起什么，拿起桌上的车钥匙就走。还有他外婆，他不可能不管他外婆的。下车后，一路跌跌撞撞跑到3楼的一间病房门口，看见的却是空荡荡的床。齐艳里有些发愣住了，眼神带着困惑。刚好有个小护士走进来，是来看这位老太太的吧？你来晚了，老太太前几天已经去世了。齐艳里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护士，抓住小护士的肩膀。是不是余秋让你来骗我的？我问你是不是？小护士被这一声吼吓得不敢说话，眼眶通红。杜桥把齐艳里推开，把人护在身后。齐艳里跌坐在床上，眼神空洞。杜桥看了看齐艳里，又看了看要哭不哭的小护士。你先出去忙自己的事情，这里交给我，出去的时候记得把门关上。杜桥走到齐艳里面前，开口嘲讽道：这是什么风把齐总吹过来了？因为余秋的事情，杜桥对这人印象也不是特别好，也没打算给他好脸色。齐艳里上去拽住杜桥的衣领。余秋给了你们多少钱？都来骗我。杜桥冷笑一声。齐总，如果不相信，可以去查监控，或者说问问你那好情人。齐艳里松开手，一步一步往后退。不可能，你们骗我的。杜桥也没打算与他多做纠缠。你好自为之。说完转身离开。齐艳里开车去江锦书家。江锦书听见敲门时，以为是经纪人，一脸不耐烦开门。不是说了我休息的时候不要来找我？开门看见齐艳里脸上瞬间换一副语气。阿里，你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和我说一声。齐艳里没有接话，就这样盯着他。江锦书被他看得有些发毛，尴尬地咳了一声。阿里，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齐艳里轻轻地应了一声。能让我先进去吗？好。江锦书这才反应过来，站在开门确实不合适，但他也想，如果这样被狗仔拍到，自己就有名副其实的站在齐艳里的身边机会。阿里，你想喝点什么？江锦书没有等到回应，也不觉得尴尬，自顾自地倒了一杯水。你去见过余秋的外婆烹手里的杯子滑落。齐艳里转头紧紧地盯着他。阿里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这么爱你，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。看着他这个心虚的样子，齐艳里心中有了答案。江锦书，有没有人告诉你，你真的很不适合撒谎？听见关门声音，江锦书无力地滑坐在地上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齐艳里的报复来得如此之快，当天下午就对他进行封杀。一些不明事理的网友还在网上为他求情，当然也有辱骂的，不过都收到齐艳里公司律师函。他也去求过齐艳里，但每一次没有见到人就被赶出来。齐艳里处理好公司里面的事情，已经过去好几天了。在这几天里，他不停地寻找余秋。回到熟悉的家，打开门，里面漆黑一片。他想起，不管以前自己多久回来，都会看见余秋坐在沙发等，还有一桌菜，每一样都是他爱吃的。颓废地靠在沙发上，不停给余秋发消息，翻看上面的聊天记录，越看越觉得自己不是个东西。他一个人说了好多好多，心脏抽痛。余秋，我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们不分手。拨打余秋的手机号，传来的还是一如既往冰凉的女声。无意之间看见一个号码，许灿灿，抱着一点希望打过去。电话响了很久才接，接通后传来许灿灿嘲讽的声音：齐总，你个大忙人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？齐艳里直接直奔主题：你知道余秋在什么地方吗？哈哈哈哈！许灿灿笑出了眼泪。齐艳里，就算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。随后手机发出嘟嘟嘟声，许灿灿一定知道什么。后来的日子，齐艳里处理好事情就到处去寻找余秋的下落，每天都回去，他期望有一天回去能看见那个熟悉的人。看了一眼时间，齐艳里走出办公室，到公司旁边的咖啡厅，径直走到许灿灿前面的位置坐下。看见齐艳里时，许灿灿还以为是认错了，现在眼前的人眼底乌青，还有胡茬。齐总，想喝点什么？不用，我很忙，有事快说。许灿灿愤恨地捏紧手里的杯子。你要怎样才不对我家公司进行打压？齐艳里微眯着眼看他。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强忍着把手里的咖啡泼齐艳里脸上的冲动。我只能告诉你，我也不知秋秋在什么地方，我也练习不是他。
显然齐艳里不信这套说辞，没办法，许灿灿拿出手机，当着他面拨通余秋的电话。这次拨通了，对面传来一道男声。许灿灿感受到周围的温度瞬间下降。你是谁？余秋了对面似乎也被这声音吓到，说话还有一点哆嗦。我不认识什么余秋，这是我今天才办的手机号。俩人的脸色都不是特别好。齐总，现在可以相信我吗？他也想知道秋秋的下落，秋秋一个人也不知道过得好不好。齐艳里失魂落魄离开，许灿灿看着他这个样子，没有一丝让我这个人可怜，这远远不如余秋受的苦，这是他该还的。回小区的路上，齐艳里差点还撞到人，还好刹车及时。打开那一扇他许久没有进去过的房间，里面的陈设还是和之前一样，余秋好像什么也没有带走，躺在床上，枕头上还有余秋身上独有的味道。一晃眼3年过去，齐艳里忙完手里事情都会去之前余秋告诉过他想要去的地方，寻找余秋。他知道希望渺茫，但也不愿意放弃。远在老家的余秋打了个喷嚏，揉了揉鼻子。秋秋，你没事吧？秦淮立刻跑过来，是不是感冒？都跟你说了不要出来，你还不相信我的。秦淮是我去地里干活时捡回来的，当时他身上到处都是血，等这人醒来失去记忆，也就赖在我身边，也不愿意走。不过这样也挺好的，有一个人陪着自己。快走了，秋秋。拍开秦淮，想要来拉自己的手。知道了知道了，你催什么催？对着身后喊道。小白，果冻回家了。从远处跑回来2只可爱的小狗，一只浑身雪白，另外一种颜色比较杂乱，因为喜欢吃果冻，就取名叫果冻了。看见门口站着的人，余秋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，踩到石子，差一点往后摔去，还好秦淮接住，动静不小，也让齐艳里往这边看。站好后抬头看，正好与他对视上，谁也没有动，还是身边的秦淮扯了一下自己，才回过神。这人是谁啊？秋秋，看起来好凶。我摸了摸秦淮毛茸茸的头，我有些事有处理，你先带小白和果冻回去，等一下回去给你做糖醋排骨。秦淮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齐艳里走到我面前，伸手想来拉我，我躲过去了，动了动嘴，什么也没有说出来。看着他没什么话说，我准备回去，没走出几步，手却被人拽住。秋秋，你别走好不好？语气带着恳求，如果是以为的余秋都快高兴坏了。齐总，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了。他先是一愣，颓然松手，神情凄然。秋秋，我找了你好久吗？对不起，我当时不知道。齐艳里说的话语无伦次，我也并不在意，静静地看着他，表情冷漠疏离。齐艳里，你是在为你每次的行为道歉？是你无数次放我鸽子，还是放纵你的情人来羞辱我？还是眼泪不自觉滑落下来，忍不住发着抖，扯出一个惨淡的笑？还是那个被你亲手害死的孩子？道歉，齐艳里，求你放过我，好不好？最后齐艳里是落荒而逃的，还差点摔了一跤。擦干眼泪，调整好情绪，转身撞入一个怀抱。刚刚说的都听见了吧？我并没有。温热的触感从唇上传来，很轻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一时没有缓过神，反应过来时早就没有秦淮的身影。可能是怕我赶他走，毕竟之前我就挺喜欢这样威胁他的。做好饭，敲了敲秦淮房门，等了半天也没有动静。秦淮，你在房间里面吗？你不回答我就进来了。打开房门，并没有看见秦淮的身影，准备去外面找找，手还没有触碰到门把手，门就开了。湿漉漉的秦淮站着眼前，头发还在滴水。秦淮也是一愣，没有想到房间里面还有人。秋秋，你怎么来了？移开视线，我来叫你吃饭。那秋秋，你先下去等我，我先去穿衣服。这次发现这人居然没有穿上衣。好，你快点。之前没有仔细看，他身材居然这样好。想着想着，脸不自觉染上一层红，可能是因为今天的事情，饭桌上格外的沉默。秦淮这么沉默，他还有些不习惯。放下筷子，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。他还是低着头不说话。算了，我出去走走。漫步在乡间小路上，听着声声蝉鸣，格外舒适。找到一片草地坐下，静静的发呆。不知不觉星星出来了，这里夜空很美，是 C 城无法看见的。没有捡到秦淮，自己也经常来这里看夜空。每次都有小白和果冻陪着，没那么孤单。现在一个人来到，觉得有些孤单，还是没有习惯一个人。从前齐艳里就是他的一切，目光都在他一个人身上。
还没有好好看看周围风景。晚上有点凉，出来时也没有拿外套，把自己缩成一团，一件衣服搭在肩上。我抬头看，与秦淮对视上，有些发愣，没有想到他这么会来。你这么来了？秦淮坐到旁边，你能来，我就不行。想到之前的事，往旁边挪了挪，拉开距离，捕捉到余秋这个小动作，不由发笑。秋秋，这是要与我生分。下定决心似的抬头看向秦淮，却对视秦淮深邃的目光。他眼睛亮亮，清晰看见自己的脸，想要说出口的话又咽下去，受不了这种暧昧的气氛。我先走了，起身又被拉了回来。秋秋，我喜欢你，我想保护你一辈子，能和我在一起吗？不知道是因为想要证明自己真的放下，也或者是气氛刚刚好，就稀里糊涂的答应。回去的时候，秦淮的手都还在抖，我牵上去，故意问到你很冷吗？从刚刚到现在手一直在抖。秦淮别过头去，轻哼一声，要不是看见他泛红的耳尖，还真以为生气了。顺其自然的，在第2年的春天，我们结婚了。那一天，秦淮高兴得像一个傻子，看着结婚证乐一天。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有告诉秦淮，因为觉得没必要了。齐艳里后面还来过一次，当时差点没有认出来，比上一次见他又瘦了不是。他带来的有2个消息，一个是江锦书入狱了，还有一个是一份财产转让书。秋秋，这是我欠你的，但我拒绝了，大概这一辈子都不会和齐艳里再有任何瓜葛了。秦淮想要办婚礼，拍婚纱照，我都拒绝了。结婚是我们2个人的事，何必花这冤枉钱？秦淮还是买了一些喜糖发过周围的人，他以为瞒得很好。看见他开心的样子，我也就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现。妈妈，最后故事里的公主嫁给王子了吗？揉了揉秦洛的头，没有，公主嫁给了一直保护她的骑士，你该睡觉了。秦洛瞬间露出委屈的表情。好吧，等人睡着才出去。刚刚手机响了好几下，都没来得及看，是秦淮发来的消息，让他下楼。下去但没有看见人，突然眼前一黑。老婆，跟着我出去有惊喜。将信将疑的出去，走了几分钟，秦淮突然停下。现在我把眼罩取下来，你慢慢睁开眼。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秦淮单膝跪在面前，手里还捧着一束玫瑰。秋秋，你以前受了太多苦，现在我不好让你受委屈难过了。我还没有回过神，一阵声音从身后传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听见熟悉的声音，愣住了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余秋，消失这么久，现在都不转身看看我吗？僵硬地转过身去，确定是许灿灿后，眼泪在这一刻不值钱地往下掉。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余秋，你个负心汉，一走就是这么久，也不知道回来看看我。秦淮感受到有什么东西在扯他裤子，低头就看见一张粉嫩嫩的小脸。爸爸，鲍洛洛看不见。许灿灿想起什么，推开我。余秋，不许哭，今天是你生日，哭什么？他自己都已经忘了。要不是秦淮找到我，你是不是一辈子联系我了？确实有这个打算，也不敢把这个想法告诉许灿灿。算了，今天不和你计较，走吃蛋糕去。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在身边，这种感觉真好。老婆，快过来切蛋糕。原来公主并不是一定要嫁给王子，其实也不错。